脑瘤？这怎么可能？老板，报告单上的脑瘤是怎么回事？方泽宇，咱们都是老同学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了，你爱人的脑瘤已经到了晚期。晚期？这怎么可能啊？他现在不是活蹦乱跳的吗？会不会是你们误诊了？医院的专家团已经会诊过了，情况基本可以确定，而且患者的部分脑瘤已经压迫了血管。不过我建议这个事情你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万一他要是受不了打击，血管破裂，恐怕会有生命危险。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得要尽快手术，手术费大约需要30万。好，我知道了。徐医生，就算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我放在这里的30万存折哪去了？老婆，老婆，怎么了，老公？老婆，你看见我在抽屉里放的存折了吗？啊，那个，哎呀，我弟这不是要结婚了吗？我就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借给他买房了。什么？什么？你拿钱给你弟买房了？你怎么能拿咱们家的钱给他买房呢？那是咱们的全部积蓄啊！那我弟结婚，我这个亲姐姐，我不得表示表示吗？表示一下没问题，可那不是300块，不是3000块，那是整整30万呢。30万怎么了？哎，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弟弟，而且再说了，我爸我妈这年纪都已经大了，没能力给他买房。那我这个做姐姐的，我不应该帮衬帮衬吗？可这么大事儿，你应该事先跟我商量商量呀。这日子是咱们2个人过，不是你一个人过呀。我妈都已经说了，这个钱呀，就算是我们借给他的，等我弟赚钱了，有能力了，他就还我们了，又不是要的，那么紧张干什么？谢，你弟弟什么德行你还不知道吗？他到时候拿什么给咱们还呢？哎呀，我妈说的没错，你们方家人呀，就是骨子里的小气，才30万就要死要活。才30万，你说的倒是轻巧，那都是我辛辛苦苦当牛做马攒下的，而且这日子是咱们2个人过，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方泽宇，你居然敢吼我！这个钱是你赚的又怎么样了啊？没有我里里外外的操持这个家，你能叫外良心挣钱吗？再说了，这个钱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也有权分配。老婆，患者的部分脑瘤已经压迫了血管，不过我建议这个事情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万一他要是受不了打击，血管破裂，恐怕会有生命危险。不行，现在还不能告诉他真相，这钱只要还没用，就还能要回来。那行，我不跟你吵，你赶紧去把钱要回来。这个钱我都借出去了，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这个钱对你很重要。对我重要，你说的倒是好听。我给我弟30万买房这事儿，我们家那边亲戚可都知道了。你现在让我把钱要回来，那你以后还让不让我有脸回娘家了？我不去。你，老婆，其实是我家里有人生病了，事关人命，这30万必须要回来。哎，你们家有人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生病。圆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咱们夫妻一场，就算是我家人生病了，怎么可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呢？对啊，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
他们生病又不是我造成的。来，你告诉我，你们家谁生病了？是你爸呀，还是你妈呀？哎呦，怎么？你现在跟我装成哑巴了？是。哎，方泽宇，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有小三，养野种了呀你？刘月，你少在这疑神疑鬼的！我疑神疑鬼？哎呦，这2天我就看你不对劲，天天偷偷背着我打电话，还总是半夜回消息，你真当我是瞎子呀你？啊！你藏什么？啊？这是我公司招标的机密文件。方泽宇，什么机密文件连我都不能看了？我看你就是在外面养了小三，背着我弄财产转让证明吧。刘月，你少在这像条疯狗似的乱咬！方泽宇，你现在外面有了小三，你就嫌我人老珠黄了是不是？他说我是疯狗。好，我告诉你，我就是为了不让你把钱转给外面的小三花，所以我才借给我爸妈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家的钱，你一分钱一直想给外人。刘月，你现在张口闭口就是咱家的钱，那我问你，咱们家的钱，凭什么你弟弟就有资格花？还有，平时你瞒着我偷给他的钱还少吗？啊！我平常给我弟点零花钱怎么了？又不是给外人。我懒得跟你废话，你就说这钱你是去要还是不去要？我不去。好，你不去是吧？那我去，正好当着他们面把话说清楚。你站住！方泽宇，你怎么这么自私？你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吗？我这不是一直都在为你考虑吗？你说的倒是好听，为我考虑，我也是要脸面的。现在不是脸面不脸面的问题，这笔钱它真的很重要啊！好，方泽宇，你今天要是敢出去要钱，我就跟你离婚！你居然为了你那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跟我离婚？你眼里还有我，还有这个家吗？方泽宇，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弟弟？他就是年纪小不懂事而已，而且我妈都说了，等他结了婚，他就能收心好好过日子了。你妈说，你给你妈过去吧。方泽宇，你好，你给我等着你！我操！拿着我给你治病的钱，去给你弟买房。刘月，你要是知道这是你的救命钱，你会后悔今天的举动。哼。小敏，尝尝这个。欢迎小敏。哎呀啊！来，烤肉好了，来，小敏尝尝。那儿子你给他，儿子给你给小敏。哎，对，可好吃。儿子你也吃。好。这都吃。哎，爸妈，等房子装修好了之后，你们2老常来住啊。我让小敏给你们做好吃的哈。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哎，了。儿子，买房剩下的钱，你俩去国外玩啊，可得省着点花，听见没？哎呀，爸，我跟小敏好不容易去趟国外，你磨叽啥呀？再说了，钱如果不够的话，再找我姐夫要呗。啊，对。对了，爸，那个上次啊，我姐给我那钱还不太够用呢，装修费还差5万呢。哎呀，这5万块钱算啥嘛？我回头让你姐去要，让你姐夫给。是啊，对。来，小敏常来啊！哎，欢迎。哎，姐，你怎么回来了？怎么样，钱到手了吗？哎，闺女，你咋突然就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爸，妈，你们不知道，方泽宇他，哎呀，你这，哎呀，闺女，你先别哭了，你说话呀！
方泽宇，肯定是他，敢欺负我姐，我看他是活腻了。姐，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打他满地找牙。哎，刘子豪，刘子豪，你先别冲动，听姐怎么下来。姐，那你快说，他到底怎么欺负你了？对，说出来，爸给你做主。我不相信咱们一打架的没让他给欺负了。对，他在外面找了小三，他还让我把那30万要回去，他现在还要和我离婚。好你个方泽宇，还敢在外面养小，看我去打断他的腿！没错，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他还想把钱要回去，疯了！姐，你先别哭了，这么恶心的男人离了就离了，咱得找个更好的。哎，不过这房子得分一半出来。子豪，这口恶气你可得替咱姐出了啊！放心，我现在就去收拾他。对，一起去，我去开车。走。方泽宇，这回看你怎么跟我斗。爸妈，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怎么来了？去你吧！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我闺女不辞辛苦的操持这个家，你居然在外面养小三啊！他妈的，方泽宇，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你，哎，想开吧你！少跟我在这动手动脚！妈的，还敢推我啊！少跟我说别的，赶紧的把30万给我还回来，否则你会后悔！哎，我就是不拿回来，能拿我怎么样呀？方泽宇，你把那个钱要回去，不就是想给你外面小三花吗？想要钱，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哼，今天这钱不给也得给！哎呦，啊！方泽宇，瞪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这个就是我结婚新房的购房合同，只要我把这字签了，那30万你一分都别想再见着。刘云，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我不想撕破脸。你今天赶紧把30万要回来，你还有补救的机会，不然你真的会后悔啊！哎呦，方泽宇，你少在这里吓唬我了！你口口声声说那30万是用来治病的，那我问你，那2个老东西得了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那30万呀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就应该有我的一份儿。刘云，你什么你？就这点钱你都计较？当初我真是瞎了眼了，同意我闺女嫁给你，你可别忘了啊！你当初娶我闺女的时候，彩礼就给了5万块钱。妈说的对，要是当初你能拿个几十万出来娶我姐，我结婚还用得着你出钱买房？要我说，这买房钱就必须你出。哎，姐，你怎么了？刘子豪，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那笔钱是你姐的手术费。我说怎么感觉最近脑子昏？方泽宇，你少在这咒我姐，别人不清楚，我还不了解吗？我姐她从小就有低血糖的毛病，依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让我姐给我买房。叔叔阿姨，你们可千万别信了他的鬼话。要我看呀，他就是在外面出轨养小三儿，先把这钱骗回去给小三儿花。你们可千万别上当啊！是啊，老刘，这小米说的对，看这个畜生就是在外面养小三了，咱们可不能上他的当。爸，我没有啊，我放你丫的狗臭屁！还敢咒我女儿！你再敢胡说八道，老子抽死你！姐，感觉怎么样？闺女，感觉咋样了？没事爸，感觉好多了。我就说嘛，你肯定是没病，都是方泽宇这王八蛋在这吓唬你。就是，这种满嘴跑火车的男人，能安什么好心啊？你个丧良心的东西，你竟敢咒我女儿！方泽宇，你真是为了这30万煞费苦心！
我没有撒谎，那30万就是给你做手术看病用的呀。子豪，现在就把购房合同给签了，这个房子姐给你买，钱姐出。来，你把笔拿来。刘月，这购房合同一旦签了，你必然会后悔的。后悔？方泽宇，你就是想把这30万要回去，给你外面的野女人花。我告诉你，这些钱你一分也别想拿走。子豪，别管他，赶紧签。哎，好嘞，马上就好。哎，好嘞。哎呀，这购房合同已经签字生效了。况且那30万可是我姐答应给我的，是吧，姐？没错，姐给你的钱一分都不用。看到了吗，方泽宇，我已经把这个钱转出去了，再也要不回来了。刘月，你他妈的就作死吧你！方泽宇，我看就是你转移财产的计划被我们识破了，恼羞成怒了吧？没错，我早就说过，姓方的就没有一个好东西。白眼狼，还想我闺女跟你这么多年真心真意的过了这么长时间？叔叔阿姨，就这种男人，我姐还跟他过个什么劲儿呢？干脆离了算了。小敏说的对啊，这种男人必须得离。姐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财产转移的协议，哎，就是他出轨的证明。对，财产、房子都是咱们的，让他净身出户，净身出户。对，净身出户。哎，这么大人，哎，子豪，就在这个包里。好嘞。快去！哎，你们松开我点，别动！你们让开，让开！这不能打，不能打！姐，方泽宇，现在证据确凿，这下我看你还怎么抵。脑瘤？这怎么可能？刘月，这回你该相信了吧？那30万就是你的救命钱，再拖下去你命就没了。姐，你还真信他的话？你忘了他满嘴谎话了吗？刘子豪，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姐的报告单就在这，怎么还不相信啊？方泽宇，你别以为拿张破纸就能把我们唬住啊！这报告单上面连个名字都没有，凭什么说是我姐的？就是，这报告单上连名字都没有，凭什么说是我闺女？妈，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这分明就是刚才抢的时候撕坏了呀！真的抢的撕掉了，我看分明就是你自己故意把它撕掉的。没错，我看这名字就是你自己撕的。你们。刘月，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哎，你方泽宇，你少在这跟我演戏了。就算这个报告单上是我的名字，那也是你 P 上去的。你这种把戏啊，也就骗骗3岁小孩儿。我姐说的对，这种男人真恶心，为了骗钱不择手段，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还想骗咱家钱呢。做你的吹牛大梦去！张口闭口你们家的钱，那他妈是老子的钱，那是老子起早贪黑当牛做马，让师姐用攒下来的钱。刘月，咱们两个生活了那么多年，你难道就真的只相信他们，不相信我了是吗？你少在这跟我打感情牌，我现在算是看清你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没错，闺女，这种男人的鬼话咱就不能信。好，你们都不信我说的是吧？我现在就给医生打电话，让你们亲耳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怎么没电了？怎么这手没电了？什么东西？哎，方泽宇，
我看你就是在这故意拖延时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想搞点新的花样来骗我们，没门儿！从批报告单到演苦情戏，现在又整这出，把我们当猴耍呢！就是，叔叔阿姨，这种畜生不让我姐跟他离婚，还留着过年。小米说的对呀，跟他离婚，去拿户口本，现在就去民政局。知道了吗？快！刘月，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方泽宇，这种日子我是一天都活不下去了。好，这可是你说的，离就离。好，不过离婚的话也是你净身出户。这个房子是我的，家里的钱你一分别想拿走。凭什么？就凭你婚内出轨。闺女还跟他废什么话？赶紧走，去民政局离婚。哎，不是你松开我，我自己能走。不行，万一你半路跑了怎么办？走走，你走。松开我！你哎呀，你松开我！你走！这是楼上的小峰和小刘吗？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小峰，这些人是干嘛的？陈阿姨，没什么，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些小矛盾。小矛盾。方泽宇，我看你就是怕丢人，不敢往外说是吧？我告诉你，反正我已经打算好要跟你离婚了，我可不嫌丢人。陈大妈，这个男人他不仅在外面养小三，他还把财产偷偷转移给别人，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不能吧？这小王平时看着挺老实的呀。老实？我看你是被他给骗了。他呀，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今天就趁这个机会，让街坊邻居们都看看这个平日里装的老实巴交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畜生。来，大家看看啊，他为了把财产转移给小三，居然批了假的报告咒我女儿生病，就为了骗我们家的30万呢。哟，还有这种事？这小芳平时看着老实本分，没想到这么坏啊！可没想到这么好的姑娘嫁给这样的男人，真是倒了8辈子霉运。哦呸！像这种下三滥的男人，你配住我们小区？物业了，赶紧把这个垃圾赶出去！对，没错，这种事儿就应该告他单位了，让他的同事领导们都看看，让他身败名裂，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哎，大家听我解释，事情它不是这样的。解释什么解释啊？这事实不都摆在眼前了吗？你想把财产转移给外面的小三，你就直说。还咒我什么得了脑瘤要用钱做手术？早知道你是一个这么恶毒的男人，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我恶毒？刘月，你说这话的时候敢不敢摸着自己的良心？我良心怎么了？从结婚到现在，我每天辛辛苦苦给人当牛做马，没日没夜的工作，我连套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而你呢，把我辛苦赚来的钱给你们家人花，是你没良心还是我没良心？别人不说，就说你这个弟弟，从他身上穿的衣服到吃穿用度，哪样不是我在花钱供着？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吃吃喝喝，而我呢，我连做个公道生我都舍不得。你胡说，这些钱都是我自己赚的。你自己赚？你告诉我，你拿什么赚钱？你是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在台球厅里赚钱，还是在外面鬼混赚来的？你敢这么说我儿子，我打死你个王八蛋！哎，干什么你？你们刘家人拿我赚的钱享受生活，我凭什么不能说？平日里拿我当提款机，拿我当冤大头，我可以忍，可是给这个废柴结婚买房都不能忍，更何况这30万是你们闺女的救命钱。这样说来，这一家子都是吸血鬼呀，连自己女儿的救命钱都拿来给儿子挥霍，哪有这样的道理？就是，把女婿当成摇钱树，吸干了血还要倒打一耙，真是不要脸！哎，我就说嘛，像小芳这么老实的人，怎么会养小三啊？可怜小伙一片真心给狗吃了，遇见这么一家人，
简直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说什么？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这是在污蔑我们。对，我们可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哎，没做过。那你说说，这购房合同的钱是谁出的？这钱是我姐给我，你姐给的。我告诉你，这个家的钱每一分钱都是老子挣的。这伏地魔还真过分，居然拿他家里30万给弟弟买房结婚，还说是他给的。就是用的还是他自己的救命钱，真是自作自受。你闺女，你说句话呀！你跟他们解释解释，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是啊，姐，你倒是帮我们说句话呀！该说话呀！闺女，闺女，你醒醒！哎呀，你怎么了？你别下马呀！你个畜生！你看你给我闺女气的，她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什么我气的？是他脑子里的流体压迫了血管，直接晕过去的。姓方的，你把我姐气晕过去也就算了，居然还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是，要不是因为你，我姐能晕倒吗？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赶快送医院呀！哎呀，送什么医院？我姐只是有点低血糖，吃点糖就好了。这哪有低血糖能突然晕倒的？是啊，这人命关天，还是赶紧送医院吧。去！有你们什么事儿？把嘴闭上得了。去医院不用花钱啊？你们出这个钱吗？就是，你们算老几啊？在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看，咱们好心帮他，还对咱这么凶，平日里只会什么样子？没有错，依我看呀，这家人没一个好鸟。你干什么你？废话，当然是送医院了。快跑，跟上！闺女，你醒醒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呀！闺女，安静点行不行？她现在需要休息。说，你到底把我闺女怎么了啊？这个骚话星就是个害人精！我闺女要是有个好歹，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哎，姐，你别睡了，快醒醒啊！醒醒！你这可你干嘛呀？你居然晃动什么害了她？你放屁！这是我亲姐，我能害她吗？我告诉你，现在正好在医院。如果我姐没得脑瘤，我就把你腿打断，我让你尝尝说谎话的下场，知道吗？你简姐要是有脑瘤的，那你是不是该把钱吐出来给她做手术？行啊！如果我姐得了脑瘤，我现在就把钱拿出来给她做手术。说话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你要是把钱拿出来给他治病，咱房子买不买？我接不接？小敏，你放心吧，我姐肯定没病，就这小伙子满嘴跑火车呢。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好，刘子鹏，这个是你说的，待会儿可别不认账。我怎么可能不认账？哎，没准就是你小子啊，提前给我姐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呢？啊！我们早说的对，我看8成啊是你给我姐下药了，我姐才会突然晕倒。就是，哎，你们这个畜生，你敢给我女儿下药？给你骗了！我没有，你们能不能小点声？病人需要安静。大夫，我女儿这是怎么了？是啊，大夫，我闺女得的什么病呀？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对，我们是他爸妈。病人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你们做好心理准备，病人得的是脑瘤。不可能！我女儿身体那么健康，怎么可能会得脑瘤呢？她平常上蹿下跳，能吃能睡的，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呀？不会的，检查结果很明确，而且医院的专家团队已经反复确诊过了。啊？你们什么狗屁专家？我姐才没有脑瘤呢！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你别以为搬出什么专家就能吓唬住我们。我是医生，自然会对患者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我手上有检查结果，你们可以来看。大夫，求求你，你救救我女儿，她才不到30岁呀！是啊，求求你，大夫，
救救他吧！啊，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能理解，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患者的情况很不乐观，而且他的脑瘤位置很特殊，需要尽快手术。行，手术，只要能救他，怎么都行。大夫，这个手术得需要多少钱呀？大概需要30万。30万？这回你们该信我说的话了吧？你是不是也该兑现承诺，把钱拿出来给你姐做手术？大夫，这什么手术啊？需要这么多钱？当然是开颅手术，而且手术难度相当之复杂，还必须要请国内最好的医生过来。手术难度大，也就是说，如果我姐做了手术，也不一定能治好。可以这么说。大夫，要是做手术的话，那成功率有多少啊？这个的话，目前还不敢保证。不过手术越快，成功概率就会越高。这个还需要你们家属好好商量一下才行。我们做手术，现在就做，赶紧把钱拿出来救你姐啊！不行，不行！刘草，你他妈说的还是人话吗？你姐平日里对你那么好，你结婚买房，她眼睛都不眨就给你拿钱。她现在躺在这需要30万救命，你居然说不行，我他妈抽死你我！干什么你？方泽宇，你打我儿子干嘛？谁打我儿子的啊？儿子，疼不疼呀？啊，没事吧？我只是打你儿子一下你就心疼，可你闺女呢？她现在躺在病床上，你就不心疼吗？谁说我不心疼了？那是我闺女，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呢。好，既然你心疼，就让你儿子把钱给我吐出来，给刘刘做手术。儿子，要不咱把钱先取出来给你姐做手术啊？小敏，你看现在家里不怕姐夫情况，这个钱……是啊，小敏，要不咱们先……行啊，你们拿钱救闺女，那咱这婚呀就甭结了。别！小敏，你看你姐做手术，她跟你们结婚也没什么关系啊。这关系大了，你们拿钱救闺女，那我们俩新房怎么办？小敏，你少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我妈可说了，你要是有房呢，咱就结婚；你要是没房，咱们俩就算了。看你们是想选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还是想要一个儿媳妇啊？妈，我拿我赚来的钱救我老婆，凭什么需要她一个外人同意啊？到底你是外人，还是我是外人？我马上就是刘家的儿媳妇了，到时候等你老婆一死，到底谁是外人啊？妈，你们听听，他说的还是人话吗？我觉得小米说的有道理，那咱家的钱也不能都填了无底洞了吧？哈，小芳，你有钱你就拿吧，卖房卖地我们都管不着，反正我们是拿不出钱来。你们什么意思？她可是你们的亲闺女啊！你们不能为了儿子结婚，连闺女都不要了吧？那我们老刘家总不能人财两空了吧？你们口口声声说的人财两空，那老子就活该人财两空吗？方泽宇，你对我爸妈好什么？嫌你嗓门大呀？刘子豪，你少在这给我装什么大上司，赶紧把钱给我！什么叫你的钱？那是我姐亲口答应给我的买房钱，已经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就是，我们要是把钱给你了，这婚我们还结不结？房我们还买不买了？你们还能要点脸吗？见死不救，好意思一口一个姐叫着，赶紧把我的钱给我拿出来，要不然我现在就报警，等警察来了，看看这笔钱到底是谁说了算。别
别报警！哎呀，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咱们自己解决了是吧？就是激动警察干嘛呀？是啊，女婿，自己有事好好商量嘛。我跟你们没什么商量的。你手机给我，给我把手松开！商量嘛，你这松开你！松手！给我松开！商量，松开！干什么？还愣着干嘛？叫医生去啊！好，我马上去。妈，这是在哪？闺女，你现在在医院呢。医院？我怎么了？为什么会在医院？你在楼下突然晕倒了，是我把你送到医院的。你放心，我一定会让医生把你医治好的。你放手！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我根本就没病。医生来了。苏婉婉，你是苏婉婉，闺女，你认识苏医生？我当然认识他，她就是方泽宇的大学初恋女友。啊！她就是方泽宇的大学初恋女友。哎，你们快看，那不是咱们东海大学计算机系的才子方泽宇，还有那个临床医学系的系花苏婉婉吗？对啊，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啊！那他们要生了孩子，岂不是既聪明又可爱吗？对呀，他们好棒，好羡慕啊！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和他早就没有联系了。你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眉来眼去的，还说没有联系了，你当我不存在吗？叔叔阿姨，要我看呀，这两个人就是旧情复燃，合起伙来骗咱们。什么脑瘤，什么手术，估计就是这两个狗男女的谎言，就是想把咱那30万骗回去，然后搭伙过日子。这位患者家属，你在乱说什么呢？我和方泽宇什么时候旧情复燃，搭伙过日子了？叔叔阿姨，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吗？这前脚我姐刚给我和子豪买房的钱，这后脚就得了脑瘤，做手术正好需要30万，连金额都一模一样。是呀，这也太巧了。我就说嘛，家附近那么多的医院你不去，非要带我闺女来这家医院。原来你们两个早就串通好了。你这个狐狸精，不但勾引我女儿的老公，还想害我女儿，想名正言顺的跟这个狗男人在一起是吧？阿姨，你有话好好说，你先把我放开。骗我的钱，还想害我女儿，想让我放开你，你说说。阿姨，我什么时候想害死你女儿了？你少给我装蒜！今天不给你点教训，你就不会老实！我打死你个狐狸精，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你，不要脸！你个狐狸精，狐狸精！你们一家人闹好了没有？还有完没完？还有完没完？方泽宇，到现在了，你还要护着这个贱人？刘月，你冷静一点。我跟苏婉婉是有一段过去，可是我们之间早就不联系了。鬼才信你的话！方泽宇，你就是一个脚踏2条船的渣男！你给我滚！刘月，不信你看你的报告单，你的病情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放屁！贱人，你少给我来这套！这就是你们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早就串通好伪造的。我姐说的对，像你这种勾引别人老公，还伪造病历骗钱，就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根本不配当医生。走！不是，你们又要干嘛呀？放开
干什么？我带这个狐狸精去找他们领导评评理，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个医院没有跟我说理的地方。儿子，快点给我帮忙！好，走。怎么事了？怎么还打起来了？走，咱看看。你们不要脸！疯了是吗？这里是医院，不是你们想闹的地方。你们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哎呀！大家快来评评理啊！这个畜生联合医生伪造诊断证明，骗我们家的钱，还想害我女儿呀！哎呀，还有没有天理了呀？我女儿命怎么这么苦？造的什么孽的才有这种事儿啊？就是这两个狗男女想把我们一家人往死路上逼呀！大家给我们评评理呀！哎呀，说句公道话呀！现在医生胆子都这么大了吗？这也太可怕了吧！是啊，我记得这个苏医生她挺正的一姑娘呀。就是啊，怎么会这种事儿啊？怎么了，小胡？慌慌张张。不好了，王主任，苏医生和那个脑瘤患者的病人家属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走，赶紧带我去看看。大家不要听他们胡说，我和苏医生之间是清白的。好一个清白！我看你就是压根儿没敢承认。方泽宇，你前段时间费尽心思让我来这个医院做检查，原来是你们这一对狗男女合起伙来串通好了，等了一个圈套让我来钻。刘月，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是你成天嚷嚷着浑身没有劲儿，还时不时的头晕。我把你带到医院检查是为你好呀，而且我一早也不知道昨晚就在这个医院工作呀。不知道，这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你真当我们是傻子吗？刘月，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苏婉婉，你少在这里给我假惺惺的！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狐狸精说的话吗？你先是勾引我老公，然后又制造假的病例想要害我，这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蛇蝎心肠、黑心浪费的医生？就是啊，方泽宇，你那么着急转移资金，我看8成是跟这个狐狸精连野种都有了吧？什么？居然连孩子都有了，这也太离谱了吧！是太缺德了！你说咱也是全市数1数2的好医院，你说这事情要传出去，那还了得？这种德州康不能留的，必须开除他！就是开除他！妈，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个不知廉耻的狐狸精带到他们领导那去，让领导好好评评理。走啊！走，找你领导去！走！住手！都给我安静！找你们领导去！住手！都给我安静！王主任来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就是啊！跟人家说，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这里是医院，请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喂，你谁啊你？这我们家的家事儿，轮得让你在这指手画脚的？就是，你算老几啊？赶紧滚，别耽误去找医院领导。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医院领导。这位是我们科室主任，也是国内顶尖的脑外科专家。哎呀，领导！领导，您来的正好呀！你们医院这个苏医生，他勾引我女婿，还想霸占我们家家产，这事儿你可得管管呀！啊！就是，他还伪造诊断证明，要害我姐呢！这估计现在2个人啊，连野种都有了。安静！苏婉婉是我的学生，我有我的人格担保，她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并且。这位患者的确确诊了脑瘤。
你他妈少在这放屁！我姐好好的，怎么可能得脑瘤？我看你们医院里全都是庸医，你也跟他们一起商量好了是吧？就是什么狗屁专家呀，估计也是骗子。这里是病人所有的检查报告，如果你们质疑我们医院造假，可以去全国任何一家医院复查，出了任何问题，我全权负责。这王主任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脑外科医生，他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确诊无疑了。本来我也以为这家人是被委屈的，那照这么一说，你这无理取闹吗？这不是你说说？是啊，就是你纯无理取闹吗？你说说这整的这。刘子豪，你赶紧把王主任送开。病人家属，病人脑部的瘤体现在已经压迫血管，随时都有危险，早一天手术就多一份成功率。可是这30万的手术费，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子豪，子豪，子豪，姐之前给你买房的30万呢？姐，那30万不是已经买房了吗？而且你也看见了，合同都签了，拿不回来了。子豪，可是我现在需要那30万动手术，我需要30万救命，你把30万给我，让我动手术好不好？好不好？啊！姐，这钱你都给我们了，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叔叔阿姨？妈，圆圆，我实话告诉你们，你的这些娘家人刚才我都商量好了，不想人财两空的。妈，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对不对？你不会放弃我的，对不对？对不对，妈？对不对？闺女，这苏医生都说了，你这个手术就算是做了，它也不一定能好，后续的治疗费用还要花很多钱。妈，我不用你的钱，我只要拿回我的30万，我只要拿回我的30万，好不好？好不好，妈？闺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把这个钱拿回去，你弟拿什么结婚啊？没有这个钱，我跟你妈岁数大了，拿什么给你弟买房子？闺女，咱们老刘家就你弟这么一个独苗，这要是有个什么意外，那九泉之下，我们都没脸见祖宗。爸妈，我对你们那么好，所有的吃的、穿的、用的，我从来没有缺过你们的。可到头来呢，我的命还没有我弟结婚重要，是吗？我的命还没有我弟结婚重要，是吗？这一家人还真是白眼狼，一个个良心都让狗吃了吧？居然拿女儿的救命钱去给儿子买房，而且这钱还是她闺女背着她老公悄悄给家里拿的，我真是没见过这么狠心且偏心的父母。就是这种人渣必须用手机录下来，发到网上去，让大家伙都好好瞧瞧。都他妈给我滚！一群多管闲事的，别他妈在这嚼舌根儿！有你们什么事儿？你的。你凶干嘛嘛？这女的看看这家真是少血霉了。闺女，闺女，你先别激动，你听妈跟你说啊。要是你这个病那30万能治好，我跟你爸，我们绝对给你拿钱。可是现在30万他只能做第1次手术，那后面的治疗费用，我跟你爸，我们实在负担不起呀。是啊，闺女，爸妈年龄大了，
不想人财两空啊！你得为这个家着想一想啊！重男轻女，自私自利，全天下就没有你们这么狠心和自私的父母。我告诉你，后续的治疗费用我自己会想办法，你们只要把那30万拿出来就行。爸妈，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把30万给我，我想救命，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妈。叔叔阿姨，这个时候了就别心软了吧，这要是一步错呀，之后可就步步错了。小敏说的有道理，闺女，你别怪爸妈狠心呀。子豪，你他妈是不是个男人？你姐平日里对你那么好，你现在就忍心眼睁睁看着她等死是吗？而且你们也搞错了一件事情，这30万本来就是我们家的钱，我问你们要回来这30万，不是在征求你们的同意，我是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面子上，我不想闹到公堂之上。你们最好识趣点儿。少他妈在这吓唬我！我告诉你，那30万已经是我的了。你自己老婆生病了，怪你自己没本事，你凭什么要我拿钱？就是你自己没本事给老婆治病，干嘛怨别人？30万是我的救命钱，你们凭什么不给我？你们一个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我跟你们拼了！女人，你醒醒！姐，你醒醒！医生，医生！怎么样？我老婆醒了吧？有位患者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脑部有出血的现象，需要尽快手术，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啥？这是手术同意书，你们谁来签一下字？我先。等一下，这个字谁签谁就拿这个钱。我知道你有房，你要卖房卖地我们管不上，但你别打我们那30万的主。救我老婆，用他妈你在这说风凉话！子豪，他打我！方泽宇，你敢打我女朋友？你看，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你还动我！儿子，要不是看在你们是长辈的份上，我连你们一起杀！别以为我不敢，刘子豪，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拿出来，否则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评评理，看看你们有多无耻！方泽宇，你拿报警吓唬谁呢？我们就不拿，你能把我们怎么着啊？各位，我很能理解你们的心情，换做是谁遇到这样一个事情，都会考虑再三。可你换位思考一下，刘月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你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的，她平时对你们尽心尽力，比一般女儿要孝顺得多。现在她身患重病，躺在病床等着你们救呢，你们怎么能只考虑自己的儿子，而不顾他的死活呢？钱没了可以再赚，人要是没了，后悔都来不及。我说你这人谁呀？凭什么插手我们家家事儿？少在这多管闲事儿，少装好人！你给我闭嘴！就是你在这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事情才发展到这个地步。再多说一句话，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还有，我再强调一遍，这30万是老子的钱。儿子，你把钱拿出来给你姐做手术吧，那可是你亲姐呀，咱不能眼睁睁看着她遭这么大罪呀。是呀，儿子，还是给你姐看病要紧啊。刘子豪，要是没房，咱俩就分手，自己看着办，到时候别后悔。吴小敏，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诚心看上我们家钱了是吧？就是，就你这样的儿媳妇，我们老刘家不稀罕。刘子豪，就看着他们这么欺负我呀？你说句话呀你！滚开！吴小敏，你让我太失望了。我爸妈说的对，你看中的根本不是我这个人，就是我的房子。刘子豪，你也想着这么说话是吧？我告诉你，咱们分手。你姐那个破病已经治不好了，到时候你们就等着人财两空吧！呸！姐夫，钱都交完了。不好，苏医生，病人脑血管破裂，通知手术室，立刻手术。
别担心了。主任怎么样？我老婆她醒来了吗？医生，我闺女她现在怎么样了呀？是大夫，我闺女抢救了，怎么样了？抱歉，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了。你胡说！我把钱都给你们了，你教不过我女儿，你赔我女儿，你还我女儿！妈，刘毅，刘毅，求你了，家人救我女儿！闺女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这就是命运吧。我拼尽全力，想给她一个安稳的未来，可到头来却什么都留不住。从今往后，这漫长的岁月，我该如何独自面对？